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韩国网友海信民研究所呀更新了2个有意思的视频，让吃瓜群众呢是非常兴奋。今天啊，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今天的这2个视频啊。我们先看一下视频。어제 쓰던 샘플입니다. 버릇일수록 이제 힘이 점점 빠져요. 근데 어느 정도 거리에서는 그냥 계속 이러고 있을 수가 있어. 한 이 정도까지는 이제 샘플마다 거리가 조금씩 다른 것 같아요. 얘 같은 경우는 한 이 정도. 자석을 싹 빼면 떨어지잖아요. 이거 몇 번 한 것 같은데 이거 자꾸 보여주려고. 이제 뒤로 갈수록 얘가 힘이 빠져요. 이렇게 빠지면서 조금 더 뒤로 자석을 좀 이렇게 이 정도네.怎么样？大家感觉是超导还是铁磁性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场景啊，描绘成这么一个题干。你看桌上呢有3个物体啊 ，A 物体是永磁体，一个是厚度大概3毫米的铁质薄片 B， 一个呢是可能是铁磁性的样品 C。如果将铁磁性样品 C 和铁质薄片 B 在永磁体上 A 蹭几下上磁，然后薄铁片呢 B 就吸着铁磁性样品啊，慢慢的离开这个永磁体。期间啊，在永磁体 A 和薄铁边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就不超过1公分吧。那附在铁质薄片 B 上的这个铁磁性样品啊，它就呈现的被永磁体 A 和铁质薄片 B 共同吸引的这么一个状态。现在，那样品 C 的另一端呢，就抬起来了，指向这个永磁体 A。但是随着这个样品 C 远离永磁体 A 啊，这个铁磁性样品 C 呢就不会再吸附在这个铁质薄片上面，另一端呢也不再指向 A 了，它就掉了下来了，是吧？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情况下 C 可能是铁磁性样品还是2维超导体，或者是否都有可能呢？如果呀 C 是铁磁性物质啊，我们看个图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简单的图，这个就看得很明白了，是吧？如果是铁磁性物品，当 C 靠近磁铁 A 的时候呢，会被磁化成一个磁铁啊，一端为 S 极，一端为 N 极，是吧？那么 S 极呢会被磁铁的 N 极吸引，所以 C 的一端呢就会指向 A。当 C 当这个样品随着那个黑的铁片离开 A 的时候，那进入 A 的这个磁场比较弱的区域嘛，那 C 的这个磁化会减弱，两端呢不再保持强磁性，所以就会从 B 上脱落啊。这是我们从铁磁性的角度也解释得过去，是吧？那如果 C 是2维超导体，那这里边就有很多解释了。比如左边呢是大块永磁体，它通过这个flux panning 就磁通丁扎效应啊，提供足够的这个磁通的密度，然后呢将样品呢就粘在了磁铁上。现在呢把右边的细磁铁呢靠过来，磁力线呢就会全部涌向细磁铁。那在样品中的这个涡旋磁通稳定后啊，再把细磁铁拿开。那为了维持这个最大的所谓漩涡数，就是磁通漩涡呀，样品就会跟着这个细磁体移动。那它离开这个永磁体越远，这个细磁体附近的磁通密度越低，样品中固定的这个漩涡数就越少。当样品中的固定的漩涡数低于一个值的时候呢，样品就会受到重力作用掉下来。所以离得更远的时候啊，磁通密度更低，样品中固定的漩涡数更少，重力呢最终会战胜了这个磁通丁扎效应，样品就落在了地上。
但是要验证这个假说呀，你可以用同类的实验，比如说我们测试一下其他大家知道的二维超导体嘛。但是啊，如果其他的二维超导体也出现这种现象，就能说明这个 HSM21K 是二维超导体吗？我觉得不是。所以呢，无论 C 是铁磁性物质还是二维超导体，它由于这个磁场远离后啊，磁场呢减弱了嘛，都可能导致这个样品就是从壁上从这个黑的铁上脱落的这个情况。所以还是需要检测 C 的组成，我觉得才能确定啊它是不是二维超导体。漩涡磁通呢是一种特殊的这个磁通分布啊，通常呢和磁通的相变和磁场的侵入有关。当一个二维超导体被置于外部磁场中的时候啊，它试图抵消这个磁场，以保持这个超导性。然而在某些条件下呢，这个磁场无法完全被抵消，就导致啊超导体内部存在这个磁通的微观区域，这些微小的磁通环就被称为涡旋磁通，或者叫 Abrikosov 漩涡啊。关于这个涡旋磁通啊，这个有一些特点啊，比如在形成上条件上呢，这个涡旋磁通通常是在二维超导体中的这个磁场强度超过一个临界指数形成。在这个临界磁场下呢，超导体内部是完全没有磁通的，但是在临界磁场之上，磁通呢就开始穿透这个超导体。那在结构上啊，这个漩涡磁通呢会呈现出这个环状的结构，磁通呢从超导体的一个侧面进入，穿过超导体，然后从另一侧退出，形成一个或多个环。那这些环的大小和形状啊，取决于磁场的强度和超导材料的特性。另外就是这个漩涡磁通啊，会导致超导体内部的这个局部能量损耗，这是因为磁通的存在呢，导致了局部的超导体破裂，这些能量消耗啊，可以在超导体中呢产生电阻，也就减弱了超导性。请大家注意啊，普通意义的低温和高温超导体啊，在超导状态下通常不会出现漩涡磁通，它和这个二维超导体是不同的。漩涡磁通呢是主要与二维超导体，比如说同氧化物的高温超导体这么相关的一种现象。而在三维超导体，像铅啊、锂啊这些低温超导体中呢，通常不会出现这种磁通结构。这是因为呢，这个三维超导体通常都具有更好的这个磁场排斥性能能够更有效的抵御外部磁场的侵入。在三维超导体中当外部磁场不太强的时候呢，它们会完全排斥这个磁场，而不会在材料内部呢形成涡旋磁通。只有当外部的磁场强度完全超过了三维超导体的这个临界磁场，也就是所谓的上临界场才会导致这个超导体被破坏，出现磁通穿透。这是第一个视频的分析很有意思。那第二个视频就更有意思了，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视频。这位韩国网友很有想法，他把样品呢约束在一个管子内，等于把样品呢移动呢从三维呢就降到了二维。很多网友看到这个视频都惊呆了，哎呦，悬浮了，悬浮了，这不就是超导了吗？这个吧还真不一定我们也按照上个视频的分析方法分析一下。你看，如果是超导，那在这个磁悬浮实验中样品呢是被放置在两个永磁体之间，并在这个磁场的作用下呢悬浮在空中，好像有一会儿是悬浮的可能有个点接住。当永磁体的极性发生变化的时候样品也会相应的发生旋转。这表明呢样品具有这个磁通定闸效应，也就是样品中的磁通线呢被固定在了样品内部。这样吧，勉强是说得通的。那你为什么要有两块磁铁呢？大家知道一块磁铁就可以实现磁通定闸吗？其实呢，用铁磁性也能很好的解释。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那个图。你看，这是我们如果上面的永磁体的磁极是 N 极，而下面的永磁体磁极是 S 极，是吧？那么它们之间就会产生吸引力，铁磁性物品呢将被吸引到两个磁铁之间，并
保持在那里，直到这个外力干扰，是吧？如果上面的磁铁是 S 极，哎，换一下，下面磁体呢变成 N 极，那么它们之间呢也会产生吸引力，铁磁性物品呢还会被吸引在这两个磁铁之间，并保持在那儿，也是直到外力干扰。那如果呢，两个永磁体的磁极都是相同的，比如说都是 N 极或者都是 S 极，那么它们之间会产生排斥力，铁磁性物品啊就会被推离到两个磁铁之间。总之呢，如果呀永磁体的磁极是相同的，就是如果呀这个铁磁性的物品啊，它能否在这个两块磁铁之间悬浮呢，取决于永磁体的极性。哎，它们有不同的极性，那么物品呢就会受到吸引力悬浮在中间。如果它们呢有相同的极性，那么物体呢就会受到排斥力而被推离。所以铁磁性物品啊实现这个磁悬浮，大家手里边如果有磁铁的话呢，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可以自己试试。哎呀，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有的网友啊在评论区留言说什么是一维超导和二维超导。之前啊我们录的视频里边也曾经个别的提到过一维超导。今天啊我们就趁着这个海心面研究所啊这个视频呢，给大家聊一聊一维超导、二维超导和普通超导的区别。那一维超导啊，就是和二维超导是超导性质在不同维度情况下的这个特殊情况。和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三维超导呢是有一些重要的异同点的。那一维超导呢是指超导性质啊在一维结构或者材料中表现。一维超导呢可以出现在一维导线、纳米线或者纤维这些几何形状的系统中。一维超导啊和三维超导最大的不同之一啊就在于它的临界温度，就是超导转弯温度 Tc， 通常会显著降低，而且超导电流啊可能会受到量子限制的限制。此外呢，一维超导啊也可能表现出和零微点超导以及二维超导不同的这个量子效应。二维超导呢是指超导性质啊在二维平面或者薄膜中表现，这可以在超薄的那种超导薄膜、二维材料，比如说石墨烯或者某些化合物中啊可以观察到。那和一维超导不同，二维超导呢它通常有比较高的这个 Tc， 就是临界温度可能接近传统的三维超导材料。但是二维超导呢在磁场下的行为可能和三维超导呢有显著不同，因为磁场在二维中呢更容易渗透并且破坏这个超导态。所以总结一下呢，就是在相面温度上呢，一维和二维超导通常呢具有较低的临界温度，也就是相面温度 Tc， 就是相对于传统的三维超导材料那在磁场效应上磁场对于一维和二维超导的影响可能不同于三维超导，因为磁场呢更容易进入和影响这个低维结构。在量子效应上，低维超导系统可能更容易显示出量子效应，比如说量子震荡和量子限制。总之吧，一维超导和二维超导它是研究超导性在不同维度下的特殊情况。它们通常呢和传统的三维超导材料在性质和行为上存在一些重要差异，因为它们可以展现出比较独特的量子效应。但是如果 LK99 是一种二维超导，那这显然它就打破了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些规律和特点。超导这种象限本身来说我就觉得它的神奇之处可能仅次于反重力，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怎么就存在那么一个特殊的温度让电阻为零呢？传统的超导理论其实并不完善如果你能冬眠到1000年以后，或者说穿越吧，你可能发现我们介绍的这些知识在穿越到1000年以后的你看来那都是笑话好吧，今天的笑话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咱们下次再见，拜拜。